落地等于送死，边睡边飞的五角鸟雨燕应该如何繁衍后代呢？你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五角鸟吗？它们一生中90%的时间都在飞行，一旦落地就意味着它们即将死亡，所以就算环境再恶劣，它们都不会停下前进的步伐。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中，五角鸟练就了可以轻松飞行的能力。那么它们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？这是一种名为雨燕的鸟类，它们的长相平平无奇，然而飞行能力却十分出众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它们最长能够连续飞行10个月的时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停下。作为每年都需要迁徙的候鸟，雨燕这种强大的飞行能力为它们提供了不少便利。据统计，雨燕每年迁徙的路程至少38000米。然而在这段旅程中，它们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那么在雨燕飞行的过程中，该如何吃饭以及喝水呢？对于雨燕来说，它们最好的食物就是空中飞着的一些昆虫，所以雨燕捕食根本不需要停下来，只需要确认猎物的位置，然后快速的将其吞下就可以了。然而在雨燕喝水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方便了。对于大部分鸟类来说，喝水的时候都会选择落在水源附近，喝够以后才会重新起飞。然而雨燕却不会这么做，它们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，会选择张开嘴，然后快速的从水面上掠过，反复多次就能够完成水分的补给。这样的能力也是雨燕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训练出来的。捕食、喝水都能够在空中完成，难道雨燕连睡觉都可以在飞行中完成吗？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，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，雨燕确实拥有着这种逆天的能力。它们拥有着极高的警觉能力，同时将大脑分成了2个部分，当其中一部分睡觉时，另一部分就能够控制它们的飞行，从而保证不落到地上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它们的飞行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，从而降低飞行速度。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因为雨燕并不需要很长的睡眠时间，短暂的休息就能够使它们精神迅速恢复。既然如此，为何雨燕会有着如此强大的飞行能力呢？它们有什么秘密武器吗？其实在雨燕的身体中有一种特殊的寄生虫，叫做雨燕虱。这种寄生虫进去雨燕的体内后，会提取一部分血液，这样一来就能够促进雨燕身体中的红血球再生，从而加速血液循环，能够避免在飞行的过程中出现痉挛等情况，也会减少疲惫的感觉。可是雨燕长期保持飞行的状态，难道它们的交配繁衍也能够在空中进行吗？自然界中绝大多数的鸟类都是通过泄殖腔进行交配的，雨燕同样也不例外。所以它们交配时非常简单，只需要与配偶保持同样的飞行速度，然后让泄殖腔进行几秒短暂的接触，这样就能够成功完成交配。等到交配任务完成，它们就可以为幼崽的出生做准备了。雨燕的繁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呢？难道也是在空中吗？雨燕在空中进行繁殖，想想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所以它们在产卵之前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搭建巢穴。与此同时，雨燕也会停止飞行模式，全心全意地孵化幼崽。一般情况下，雨燕产卵后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孵化，等到幼崽破壳而出，成年雨燕便开始训练它们的飞行能力。等到它们学会了自己捕食以及拥有了长途飞行的能力，雨燕幼崽便会开始它们人生中的第一趟旅途。可是雨燕在筑巢以及孵化幼鸟的时候，同样停止了飞行。为什么它们没有因此而丧命呢？难道这种说法都是假的吗？其实雨燕并不是没有脚，而是在长时间的飞行中，脚没有很大的作用，所以变得越来越小。相对于它们的体重来说，雨燕的脚无法支撑其重量，所以落在平地以后，只凭借翅膀的能力无法重新起飞。然而它们的体型又比较小，在自然界中的天敌非常多，一旦没有及时起飞，就很有可能被其他动物吃掉，从而丧命。而它们进入繁殖期后，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，也会选择将巢穴建造在较高的树上或者是悬崖峭壁旁，这样不仅能够让它们躲避天敌，还能够依靠翅膀的力量重新起飞，同时大大提高了雨燕幼崽的成活率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